少人呢都觉得累积财富或者是赚钱蛮难的，所以今天我马上抓住我的弟弟 Rich， 跟大家探讨一下他如何年纪轻轻就达到年收入超过100万。以及我会为大家问我的 Papa， 他如何能够在早期已经可以累积到1个亿的资产，你知道吗 ？Rich 其实过几天才22岁生日，那不如 Rich 你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怎么能够这么年轻，在没有学历的情况下，也能够做到年收入100万呢？有句名言就是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是最难赚取的，所以今天我会分享3招我是怎么样从0到100万的这个里程碑。那首先第一点呢，是要学会为他人创造价值。无论你今天是受雇的，你是为老板创造价值，还是你是一个老板，你是为客户创造价值。举个例子，例如我投资股票很厉害，可以跑赢大市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并没有为其他人创造价值。直到去年，我爸爸教我，Rich， 你要为他人创造价值哦。所以我也在去年制作了一个课程，这个课程已经是帮助了超过2000位学生去改善他们的投资绩效。而当我创造了这个价值之后，我也自然而然的收到了相对应的回报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要做到第一。怎么样做到第一呢？就是要不断的去学习，在自己擅长的和自己热爱的地方不断的钻研下去，这样你才能够做到第一。那为什么要做到第一呢？因为你做到了第一，你才能够被人记住。问一下大家，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什么？没错，是珠穆朗玛峰。那第二高的山峰呢？我相信很多人他也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所以这也带出了为什么要做到第一。那第3个点呢，就是要学会先付出。就像我们现在在拍摄影片，也是在不断的付出价值，包括我现在也在制作一个免费的课程，那我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们。那大家了解完如何年收入100万，大家有没有兴趣知道怎么样可以赚到1个亿呢？ Chief Papa 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那要累积财富超过1个亿，首先第一桶金是非常重要的。刚才 Rich 已经分享了3个累积第一桶金的秘密给大家，大家有没有收到呢？那如何从这第一桶金累积到超过1个亿的资产呢？第一个，我觉得是把创造财富的年纪推到越早越好。我个人当时就不知道这一个好的建议，所以我到30多岁的时候还是穷光蛋，不像 Rich 或者 Athena 现在年纪这么轻，已经是开展了他们创造财富的过程。而第2点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要看宏观的经济，看大的趋势。我个人是在03年在香港楼市跌了70%的时候，首先我是避开了之前的亚洲金融风暴，楼市跌，使到很多人做了负资产的这一劫。而在03年的时候，我看到种种的迹象和信号，香港的楼市要转势了，所以当时我就把全副身家，首先是投入了股票市场，在股票市场里面赚到了买楼的资金，然后就 all in 去买楼，结果后来是做到了年年买层楼，10年赚超过1个亿。当然大前提就是当时我很幸运，也是很准确的看到香港楼市上升的这个大的趋势了。当然现在形势已经改变了，如果现在还在香港买楼的话，那就 good luck 了。而我们要居安思危，我们要想下一个大的浪潮在哪里。我个人觉得下一个大的浪潮一定是跟 AI 有关的。那如果我们可以把握到科技或者国际的形势带来的趋势的话，那一定会得到丰厚的红利。而第3点，我们一定要借力，因为光用自己的力是不够的。我们传统的教育教我们要艰辛努力，那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做苦力、做计程车司机、做地盘工人都很吃苦耐劳，但是他们的收入仅仅可以养活一家，要发达是没有希望的。我们要用他人的资源 ，other people's money， 其他人的钱，所以买楼一定会借钱，这叫做杠杆。而杠杆不光是钱，我们也可以杠杆其他人的脑袋、知识或者他们的能力。比如说，我们制作这一个 YouTube 视频，背后还是有整个团队，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专长，这样我才不是单打独斗。因为单打独斗不光是会做得累，而且是做不长，很快的我就 burn out 不做了。团队一起走可以走得更远。当然，如果起步起得早的话，我们这个财富滚雪球越滚到最后，我们的财富复式的增长。
成长会越多，到时候帮我们赚的钱要比我们自己努力赚的钱更多了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是越早开始投资越好。不过人生的成功不仅仅是赚了多少钱。 Rich， 你觉得成功的定义是什么？那我觉得成功呢，可以分为几个维度的。除了金钱的成功之外，其实在个人方面，在家人方面也是需要成功的。那在个人方面，可以是活得健康、事业有成；在家人方面，就是相处和谐。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成功的定义。那如果没有钱的话，家里会不会吵架？当然是会的。如果没有钱的话，活得健康，买保健品要不要钱？也需要钱啊。所以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现在你结婚了，但是还没有孩子。如果你现在要给将来你的孩子关于人生要成功的3个建议的话，你会给什么？那第一个我想告诉他的就是，你可以多尝试，不要害怕失败。那为什么我想带出这个概念呢？其实，在学校里面，我们潜意识会吸收到的就是不要犯错。如果你考试犯错了，那就会扣分；你犯错了，可能要留堂，或者是有一些惩罚。但是在社会当中，你是需要不断的去犯错，你才能够学习。就拿我做交易作为例子，其实在投资或者是交易的路上，我也是在不断的犯错。那如果我是害怕失败，或者是不敢去尝试的话，那我就永远也学不会投资或者是交易。那第二点，我想给我儿子学会的就是，人生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路程。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好，就是 If you're not growing, you are dying。停止学习的话，也会被社会淘汰。而第3个点，我想跟我儿子说的就是，人生来之不易，既然你来了，就好好的去享受吧。时间是不会回头的，在人生的短短几十年，过去就不会再回来，所以要好好珍惜人生的这几十年，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吧。比如说我自己呢是喜欢摄影的，那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有生活的一部分，那在这段时候我也会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去享受生活，活在当下。而当你在生活当中活得精彩的时候，再回去工作，你才会有这个热爱，你才会有这团火，你才会享受工作。哎，爸爸，刚才你问我有什么意见给我的儿子，那我现在问你了，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呢？你已经很成功了，不需要我给你意见了。其实啊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们做父母的也好，做长辈的也好，千万不要在年轻人面前讲大道理，因为他们没有兴趣去听。人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课师，在人生当中，他们碰到了问题，自动的想要解决的方案，这是他们去寻找答案、去学习、去成长的最好的动力。我们经常在他们没有 ready、没有准备好的、不需要这个建议的时候讲大道理，他们听了都很烦。以后一看到你就哎呀，不要那么啰嗦了，不要那么烦了。真正有什么智慧都很难传给他们。平时我们不说，他就会自动的来问爸爸，你有什么建议给我？这个时候才分享一点点。所以呢，第一个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经常给建议给人家。第二个，人生当中其实失败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，有了失败，有了挫折，我们才会去寻找答案。所以我经常说，人生就是最好的学校，最好的课师，失败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。我们全世界的人，无论他是成功的或者失败的，只要我们细心的去观察，为什么他们成功了，为什么他们失败了，我们都能学到一点东西。第三个，就永远要留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。所以第三个，继续去寻找咯。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补充，刚才 Rich 讲过，我们要为身边的人创造价值，而且要先付出。其实这还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邀请大家来接受我们的服务。这个在传统上面叫销售，很多人听到销售好像很杠杆很紧张，但是你想想看，你创造了价值，没有人来享用你的价值，你光付出这也是不够的。所以呢，成功人士还要有最后一点，要懂得怎么去销售。如果大家对 Rich 成功的在股票市场里面大幅度的长期的跑赢股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，了解更多能帮到你的，这就是销售的一个最好的表现了。今天我们这个视频跟平常有一点不一样，大家觉得好不好呢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给我们你的意见。看到现在你也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吧。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